男人通过邻居找到份轻松且高薪的工作，只需在这栋偏远的老房子内陪护对方侄女1周，他就能获得1万元的高额报酬。可诡异的是，女孩患有一种名为紧张性僵直的怪病，病发时便会僵住不动，任人摆布。所以为了安全，要求护工必须穿戴一件绑有铁链的束缚衣。原来女孩的母亲生前患有梦游症，便自制了这件束缚衣，以免晚上离开家。老马解释称，链条很长，让其不用担心。如果有事，女孩会直接用遍布屋内的对讲机进行沟通。虽然雷哥对此感觉有些奇怪，但想到高额报酬，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只见老马先帮忙把衣服给他穿上，随即用铁锥穿过圆环将纽扣固定，最后再在接口处挂上锁头，这样就能确保雷哥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脱掉衣服。但为防止意外，老马并未将钥匙带走，而是放到了女孩卧室的桌子上，随即便毫不担心的直接转身离去。原来铁链长度虽然足够他在屋内自由活动，但走到女孩房门外时却恰好达到极限。雷哥见状，立马顺着链条向源头找去，只见另一头一直延伸到漆黑的地下室中，而善良的他心中也没任何歹意，并未下去查看，直接转身离去。无聊下，雷哥开始四处走动，丈量起活动范围，发现铁链长度刚好只够他走到大门口。看着不远处同样被绑着的狗子，他突然感觉自己竟跟对方的处境一模一样。感同身受的雷哥立马回屋拿了些食物，接着再次来到门口对狗子进行投喂，最后甚至搬了个凳子，就这么直接往起疯。可此时狗子却开始警觉起来，接着就看到屋内的灯突然熄灭，随即雷哥身后的铁链便开始慢慢伸直，下一秒毫无察觉的他就被拽了个趔趄。雷哥见状立马回屋打开灯查看起来，可就在打算顺着铁链找过去时，对讲机却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以工作为主的他也顾不上刚才的古怪，赶紧回应，但那边的动静却直接消失不见。担心的雷哥只能尝试着打开房门，发现女孩仍身处病症中，并未恢复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去时，卧室内的厕所却传来一阵吱嘎声。无法走近的雷哥只能呼喊着询问，而自那身后厕所内便再无动静，以为只是墙壁年久失修的他也没在意。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，雷哥回到自己屋内准备休息，一抬头却看到墙上挂着副恐怖的女巫画像，疲惫的他也没多想，直接躺下。可没一会儿，身后的杂技声便将其惊醒，只见那幅画竟自己掉了下来，高度平齐后，女人阴森的眼神直接望向了他。感到不适的雷哥赶紧将画转了过去，但不久那不寒而栗的感觉却再次袭来。只见不知何时画境诡异的重新转了回来，惊吓之余，雷哥连忙坐起身，他怀疑是女孩苏醒后在调皮捣蛋吓唬自己。为证实心中猜测，他再次将画转了过去，随即面朝画躺下死死盯了起来。可这次注视许久都无事发生，逐渐放松下来的雷哥也慢慢睡着，但没一会儿他就再次被一声杂技惊醒，不知是不是刚才没放好画境自己倒地。可打算将其立起来时，雷哥却发现了不对劲，女人的瞳孔好像缩了起来，仿佛正怒视着他一样。下一秒雷哥便在恐惧中再次惊醒，原来刚才诡异的一幕只是噩梦。彻底失眠的他只能起身来到客厅，可就在准备烧火取暖时，却看到炉子内有个造型怪异的兔子玩偶，而还没等他弄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女孩就端着把弓弩走了出来。雷哥连忙解释自己是他叔叔找来的护工，安娜听后这才放松下来，随即在闲聊中得知他父亲和老马一直以打猎为生，直到母亲失踪后才逐渐转行，而他父亲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有次失误将自己反锁在了地下室内，导致病症发作，最终用弓弩射穿了自己脑袋。就在雷哥对安娜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时，下一秒兔子玩具竟诡异地敲了2下鼓，雷哥尝试着呼唤了一声只见玩偶的眼睛死死盯着他身后，雷哥立马紧张地回头望去，但地下室房门紧闭，并无任何异样。他见状以为这东西是声控的，也没在意。可没一会儿，玩偶就开始自行敲击起来，并且那声音越来越急促，渐渐地连成一片。而雷哥不知道的是，玩偶猛烈敲击的同时，身后的门也缓缓被打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地下室走了出来。有所感觉的他猛地回头望去，却只能看到房门大敞四开着。雷哥还以为是安娜下去了，可呼唤一声后，地下室却无人回应。接连出现的诡异状况终于让他感觉不对劲，拿起炉钩和玩偶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。只见不知何时，地下室的灯已被打开，空旷的场地让此处一览无遗，除了地上钉着铁链另一头外，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东西。可就在雷哥准备离去时，却发现了异常，一面木质墙壁上竟有个圆形小洞，漆黑的洞口证明后方肯定还有空间。雷哥连忙举起手电向里照去，可下一秒就被里面的尸体吓了一跳。他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平复下来，随即再次壮起胆子上前仔细观察，发现女人死因是身中弩箭而亡，这让雷哥感到毛骨悚然。之前安娜明明说母亲失踪了，可这洞口显然证明她知道母亲就在墙里。再结合尸体上的弩箭和安娜的怪病，女儿谋杀亲母的画面立马在脑海里浮现。想到这，他小心地推开安娜房门，此时对方病情再次复发，动弹不得。雷哥见状立马研究起逃跑计划，
他先走入一旁的杂物间，接着拆下正对着卧室桌面的通风口，随即连忙伸手去取钥匙，但无奈胳膊长度让雷哥只能够到电话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先打给老马，因为这个偏远房子是对方带他来的，就算报警，雷哥都不知该如何描述地点。老马听后表示会立即赶过来，雷哥这才松了口气，将电话挂断。可他还是害怕眼前的魔头恢复后会大开杀戒，连忙把钥匙拔下，将卧室门直接反锁。没一会儿，正在研究另一头能否打开的他，就听到对讲机中传来安娜呼喊的声音。雷哥见状，直接跟对方摊牌，可安娜却称母亲的死是父亲和老马动的手。彻底懵批的他只能再次来到房门口，可雷哥又怕是对方的阴谋诡计，他机智的先找个凳子站了上去，接着透过上方的玻璃窗让安娜将弓弩放到门口并离远，随即才小心的打开房门，接着迅速拿走放在墙边的武器，确定在无危险后才和对方沟通起来。原来几天前安娜无意中发现家中的兔子玩偶有检测灵异的功能，一旦附近有脏东西就会敲鼓提醒，这也帮其最终找到了藏在墙里的母亲，而这个手笔只有经常出入的家人能做到。在他逼问下，老马终于吐露实情，原来是有次他和安娜父亲打猎时不小心把安娜母亲当成猎物给误杀，为了不坐牢，兄弟二人只好将尸体埋入墙里。雷哥听后意识到老马不会放过知晓秘密的自己，连忙让安娜打电话报警并将钥匙递过来，但对方听后却不为所动，而是从厕所穿出件雷哥极其眼熟的外套。原来安娜的故事还没讲完，她称雷哥1年前就来过此地，这件外套就是他留下的。当时安娜父亲被困地下室，最终导致幽闭恐惧症发作自尽，而他就是那个将地下室房门偷偷锁上的罪魁祸首。听到这，雷哥思绪彻底混乱，因为他对安娜所说之事丝毫没有印象。雷哥怀疑一切都是老马编造出来哄骗他的，要求现在就给对方打电话进行对质。而最初交谈时雷哥不知情的模样也确实让安娜产生了疑虑，所以当时才没在客厅就痛下杀手。很快他就拨通了老马的电话，没想到对方竟再次确定雷哥就是凶手，并且就是老马雇他动的手。原来自那之后，安娜父亲时常自责，老马感觉总有一天他会自首，为了不牵连自己，他才找到雷哥。雷哥大声辩解对方在胡说，称赶紧报警让警方来调查一切。I can't。很显然，他们想用私刑解决自己。雷哥见状，连忙再次锁上了房门，随即快速跑到地下室寻找逃离方法。可坚固的铁链却让其毫无办法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女士脖子上挂着把钥匙，而这束缚衣本就是防止对方梦游用的。想到这，雷哥立马伸手拽了下来，没想到竟真幸运地打开了锁头。可刚脱下衣服，地下室的灯光便突然熄灭。雷哥连忙紧张地拿起手电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上去探查，发现灯是被不知怎么逃出房间的安娜关闭的。所幸此时他的病症再次发作。雷哥见状，赶紧拿起弓弩想一箭将其射死，可善良的他却怎么也下不去手，最终决定将束缚衣套在安娜身上，随即连忙开门打算逃离此地，却发现外面漆黑一片，根本辨别不出方向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回屋准备报警求助，这才看到上方的玻璃已经破碎，很明显安娜就是从这里逃出的。但此时雷哥已顾不上那些，连忙走进屋内，却发现电话线已被扯断。寒冷的他只能披上衣服，套上帽子，等待天亮后再逃离此地。睡梦中他猛然想起自己好像的确接受过老马的任务，感到恶心的雷哥赶紧跑进厕所，却没看到恢复的安娜正悄悄用炉钩将弓弩给拽走。等从厕所出来时，对方早已等候多时，所幸安娜见法器差只射中了他大腿。雷哥赶紧趁对方重新装箭时再次爬回厕所，而强烈刺激也让其逐渐回忆起一切。他当时为了报仇确实接下了行凶任务，可潜入后却发现此时恰好没人在家，并且等了许久目标也没回来。外套就是当时因焦虑而遗落的，只因良心未泯的他已有些后悔。但雷哥明白就算自己走掉也还有别人前来刺杀，决定留下警告信息让对方有所防备。可刚写完就听到地下室传来一阵狂笑，他小心地走过去查看，发现此时房门已经上锁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雷哥还是拧动钥匙走了下去，随即便发现因幽闭恐惧症而自尽的目标，他吓得直接慌张逃离了此地。可老马却以为这是雷哥的作案手法，当晚便找到他支付了酬金，但雷哥却称并不是自己动的手。 Was it you? Why would I lock him in, then come back and ask you to do it? 看着对方仍怀疑自己的态度，老马也不再装假，直接掏出了那条留言警告。他以为对方嫌钱少，所以想弄些幺蛾子坐地起价。刚才坚决不收钱的行为更让其确定了心中想法。老马连忙劝其好好想想，等明天再谈。但一切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。对方的态度已让老马决定杀人灭口，随即趁雷哥喝醉时将他从阳台推下。没想到此举只让其受伤失忆。更倒霉的是，安娜发现了母亲尸体。没办法，老马只能哄骗他雷哥才是杀父凶手，同时将失忆后的雷哥骗到此处供安娜虐杀。但此时想通一切已为时已晚。现在解释这些，安娜也根本不会信，因为对方已如之前雷哥对付他一样，将卧室门反锁，准备把他困死在此。没办法，雷哥只能再次躲进厕所。而就在此时，一条密道却突然自动开启，走投无路的他也不管那些，直接钻了进去。很快，雷哥就爬到了密道尽头，发现此处正是埋藏女尸的地方。
他连忙通过洞口找寻出去的办法。所幸安娜之前所用的锯子就在木板上插着，但身后女士的目光却始终让他打怵。雷哥只能用力切割，打算尽快离去，可无意中一瞥，却让其惊悚的发现，女士脑袋角度好像发生了一丝变化。他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心里在作祟，只能用帽子将女士的脑袋遮住，随即拼命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可就在此时，玩偶却再次敲击起来。没一会儿，被声音吸引的安娜就走了下来。雷哥见状，连忙关闭手电，躲进角落。但安娜清楚敲击声肯定是女士引起的，直接走上前准备探查一番。所幸危急关头，老马赶到打断了对方行为，随即在了解了今晚状况后，怒斥安娜什么也做不好。而就在这时，他感觉洞内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窥视，想到这，老马连忙照了过去。但他还是看到了那一闪而过的身影，立马举着手电上前仔细张望起来，紧接着便看到了无处躲藏的雷哥。可还没等有所反应，下一秒一支剑弩便扎穿了他的肩膀。原来安娜明白老马也不是好人，打算同时也将他给解决掉。安娜也没指望自己稀烂的射术能一下干掉对方，她要做的就是将其打伤，随即从容上楼将地下室大门反锁起来。他准备用同样的方法将对方困死。此时身处险境的老马再次跳反，劝说雷哥先摒弃前嫌，一起想办法逃出去。没一会儿，他就看到锯子再次挥动起来。阴险的老马见状，立即举起棍子躲到角落。他之前的话语也不过是为了引对方出来。可就在此时，对讲机里却突然传来雷哥声音，他声称自己逃跑后会立即报警，让老马坚持住。原来就在刚才，雷哥发现此处还有个通风口，他拼尽全力，终于从狭窄的洞口钻了出去。听到声音的安娜却有些惊讶，她没想到雷哥竟对想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还抱有善心。想到这，她缓缓地来到大门处，看着对方准备带狗一起离去的举动，安娜终于相信对方不是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。另一边，老马却彻底懵批，如果刚才对讲机里雷哥说的是真的，那现在这个在墙里使用锯子的人又是谁？此时对方终于将墙板割断，老马见状连忙惊恐地躲到一旁。细思极恐的他此时突然明白，那天到底是谁把门锁上，将安娜父亲困在了地下室内。下一秒，他就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。